欢迎光临杂学咖啡馆的读万卷书板块，我是说书人 K。就在前2天，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了全球新冠疫情的结束。经历了3年的疫情和中间夹杂的各种人间闹剧，今天能够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你我，首先应该庆幸的是我们依然活着。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是当代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《活着》。这部小说发表于1992年，《活着》出版31年来打动了无数读者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。到今天，已被翻译成30多个国家的语言，并获得了国内外多个文学大奖。作为长篇小说，相较于其他作者动辄30-40万字的篇幅，《活着》其实只有12万字，但却细腻地通过主人公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的一生，巧妙地将读者带入到近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之中。作品本身阐述了作者对于活着这个哲学概念的理解。在一个特别的社会环境里，人活着真的只是为了单纯的活着，而见证活着的直接证据是身边人的一个个离开，无力阻止，也无可奈何。这在很多人看来可悲，但又无奈，算是属于某个特殊时代的无力感吧。联想到今天的世界，在读小说，虽然我们与主人公处于完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，但也会不由地生出一种莫名的共情。小说具体讲了些什么呢？故事里有2个第一人称我。第一个，我是下乡采风的一个县文化馆的创作员；第二个，我叫福贵。福贵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富人家的孩子，大富大贵，过去的穷人一定不会起这样的名字。穷人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贫贱，这样才容易活着。福贵讲的故事很悲惨，他原来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儿，一生中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亲人，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。这段往事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，福贵的爹那时候还有100多亩地，福贵的老婆是米行老板的女儿，叫家珍。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凤霞，老婆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儿子。老婆家珍贤惠善良，福贵说他在妓院里头混的时候，有一天回家，他老婆就给他做了4样菜，都是素菜，各不相同，但底下都藏着一块肉。这是希望丈夫明白，女人虽然看上去各不相同，但底下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当然，这肯定阻止不了福贵的欲望，日子仍然在鬼混中继续。他嫖还好，关键是赌，而且还不知道赌都是设了局的。有一天，老婆家珍找到了赌馆，跪在地上对他说：“你跟我回家，你要不回去，我就跪在地上不起来了。”结果是福贵对他又打又骂，最后让赌馆里的人生生给家珍拖了出去。这天晚上，家珍带着7个月的身孕哭着走回了家。也是在这天晚上，福贵输光了他所有的家产，亲手为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第一次灾难。为了还债，福贵的爹把所有的家产都换成了铜钱。换来的铜钱很沉，足足装了2个大筐，上面盖上叶子，让福贵挑着这2大筐铜钱去还债。然后他爹对福贵说：“我家老祖宗只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，鸡养大了以后变成了鹅，鹅养大了以后变成了羊，羊养大了以后变成了牛。我呢，到了我的手里，牛变成了羊，羊变成了鹅。可到了你的手里，鹅又变成了鸡，现在连鸡也没有了。”然后他爹就在上厕所的时候掉下去摔死了。农村人上厕所都是蹲在粪坑上的，小说开始曾经描写他爹蹲在粪坑上面，2只脚像鸟爪一样有力。如今因为所有的家产都输光了，他脚下就没了力气，风一吹就从粪坑上面摔了下来。从此，福贵把家里的100多亩地都输给了一个叫龙二的人，福贵也成了龙二的佃户。他穿上了粗布衣服，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农民。家珍回到娘家，给他生下了儿子，叫做有庆。按道理说，这日子也还可以踏踏实实的过下去，但是他娘又病倒了。然后福贵在去城里请郎中的时候被抓了壮丁，直到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才被放回了家。这时候已经几年过去了，他娘也死了。
女儿凤霞得了一场病，发了高烧之后变成又聋又哑。好在赶上了村里土改，她分到了龙儿的5亩地，而骗夺她家产的龙儿反而是成了地主，戴着地主的帽子被枪毙了。小说中，龙儿对福贵说：“福贵，我这是替你去死的呀。”当然，这个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，很多败家子把田地输光了以后，顺便也把地主的帽子给了别人，因祸得福。回到小说的故事，接下来就是人民公社与3年自然灾害。先是家珍得了软骨病，眼看着病越来越重，作者却笔锋一转，让生龙活虎的儿子有庆先离开了人世。有庆是死于给县长的老婆献血，县长的老婆是校长，难产，学校就组织学生们给他输血。老师本来以不守纪律为名，已经排除了有庆，但是最后排在前面的学生血型都对不上，就轮到了有庆。因为血型可用，为了救县长老婆的命，县医院的医生就把有庆的血给抽干了。有庆死了，福贵去找县长讨要说法，结果一看，县长竟然是他在枪林弹雨里头一起滚过来的兄弟，叫做春生。有庆死以后，女儿凤霞也死了。凤霞本来嫁给了城里一个老实巴交的搬运工，叫二喜。二喜是一个歪头，但是很孝顺。凤霞是死于生孩子时候的难产，孩子生下来了，她却死了，孩子的名字就叫苦根。小说里头写家珍送走有庆和凤霞，都写得催人泪下。有庆死了，福贵瞒着家珍，但是家珍其实心里都明白，他知道有庆就埋在村西，就让福贵背着他到村西去看看。到了有庆的坟上，小说里描写他2只手摸着坟上的泥土，坟下面是有庆，却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福贵背着他到村口，他就哭着说，有庆不会再从这条路上回来了。福贵说，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，听不见我儿子赤脚跑过来的声音，月光照在路上，像是洒满了盐。这段写得很有意境，也提到了一个细节，赤脚是因为之前有庆养了2只羊，每天早上都要先割草喂羊，然后再去学校，中午还要跑回来喂羊。家珍给他做的鞋穿了不多久，鞋帮就掉了。福贵就说，你再这样穿鞋，我就把你的脚给剁了。然后有庆就不穿鞋了，赤着脚跑，等到了学校再把鞋穿上。可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，有庆的2只羊成了公共财产，很快就被杀掉了。凤霞难产死的时候下着大雪，她丈夫二喜冒着风雪，把浑身落满了雪的凤霞背回了家。小说中福贵的讲述是，家珍的脑袋就低下来看着凤霞，那双眼睛定定的，像是要从眼眶里头凸出来了。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，只是看着凤霞，手在凤霞的脸上和头发上摸着，只是偶尔摇了摇头。凤霞身上的雪化了以后，整张床上就变成湿淋淋的了。在2个孩子都死了以后，家珍也死了。死的时候她说，凤霞、有庆都死在我的前头，我心也定了，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做娘的女人，2个孩子都孝顺我，做人做到这样，我也就该知足了。福贵感觉到家珍的手臂在一节节的凉下去，他全身都凉了，只还有胸口一块地方暖和着。然后他的手就贴在那个胸口上面，感觉胸口的热气就像从他的手指缝里一点点地漏了出来。家珍死后，家里还有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。二喜是在装水泥板的时候被2块水泥板击扁的。苦根刚过5岁就能够帮着家里干活，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，但是最后吃了太多的豆子给撑死了。因为家里面没有零食，苦根发着烧，福贵就给孩子煮了一锅豆子。没想到他出门以后，孩子贪嘴，等他回来，苦根已经被撑死了。最后一个亲人也离开了，只剩下福贵自己。他在牛市上买下了一头准备去屠宰的老牛，还给牛起了他自己的名字福贵，从此和老牛相依为命。在小说的开头，县文化馆的我见到福贵的时候，就听他在这么吆喝这头老牛。二喜、有庆、
不要偷懒。家珍、凤霞耕得好，苦根也行，这些都是他已经死去亲人的名字。在小说的结尾，一个老人牵着一头老牛迎着夕阳走去。老人说：“今天有庆，二喜耕了1亩。”家珍、凤霞耕了7、8分，苦根还小，都耕了半亩。你妈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，说出来你会觉得我要羞辱你。话说过来了，你年纪大了，能耕这么些田也尽心尽力了。有庆是儿子，二喜是女婿，家珍是老伴儿，凤霞是女儿，苦根是孙子，好像这一家人一直都在身边，从没有离去。最后，老人在炊烟和晚霞的背景下，唱起一首苍老的歌：少年去游荡，中年想绝藏，老年做和尚。以上这就是小说《活着》的全部故事。经过艺术加工与夸张，福贵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，但是在整体背景下，又似乎都有着存在的可能。通读全文，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活着这个定义做出属于自己的诠释。这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感谢您看到这里，并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